参茶。咦，二太太，今天你怎么不画画？今天没什么兴致。二太太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什么开心，又没什么不开心。不明白。不明白才好。不明白，不知道，可以继续的很无知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对了，二太太，为什么你后来收的信不拆开看呢？之前你一直有看的。不看呢，还有个希望。拆开看了，就不能再收这些信了。谁可以阻止你收信啊？我自己。二太太，你的信。没什么吩咐，我出去了。谢谢你啊，严管家。二太太一收到老太太的信，特别开心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这种开心不应该属于我。为什么？放在这儿。帮我把画烧了。二太太，叫你烧就烧。是。这么难得的画，还有你这么想收到的信，为什么二太太没有全都烧了呢？画和信是要让我暂时忘记孤独，忘记寂寞，有所记忆。但我现在不想再依赖它，不然的话会更加孤独和寂寞，会更难回头。既然这样，我不如来个了。你先出去吧。是，知道了。老爷，干嘛要说话？你进来怎么不先敲门？你不是说进人房间要先敲门吗？我看到你的门没关。你说就算是门没关，也要先敲门，这不是你定的规矩吗？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老爷找我有事。刚才我看到彩蝶拿着画把门进来，觉得有点奇怪。我想把画烧了。
是钟卓万的太太，我实在不应该这么奢侈来接受你的问候，所以请你以后别再写信给我了。你做了人家姨太太，也可以有自己的朋友。我们可以光明正大。我重申一次，我绝对没非分之想。这个胸针是老爷送给我的，带着它就是要我记住我是钟二太太的身份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请你尊重我的决定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你不开心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我真希望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可以成为一对光明正大的知心朋友。怎么了？我看见我二姐了。那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？不用了，我怕他们看见我尴尬。钟二太太竟这么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跟另外一个男人偷情。菲菲，你别胡说。那个男人姓齐，他们是朋友，就算是偷情也不会在这里了。那钟二太太跟这个齐先生见面，你在钟卓万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吧？经理，刚才那位小姐落下个胸针，交给我吧。好。经理，这个胸针是我二姐落在这儿的，如果你不介意呢，交给我，我还给她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钟四太太经常来喝茶，是熟客，怎么会不信你呢？那麻烦你了。谢谢。你真的想把这个胸针给你二姐？这个胸针是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见老爷送给她的，老爷很紧张的，当是定情信物一样。要是被钟卓万知道，这么有意义的东西，他二太太竟然给丢了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少个争宠对手，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。我娘怎么样？她老是头重脚轻，没力气。昨天她想喝水呢，我去给她倒水喝，她就突然晕倒了。你怎么看着她？是看着不过，你不知道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他心浮气躁，郁结难舒，所以才气虚血弱，不是光靠吃药才能治好的。小姐，其实侧附近呢，他老是担心你跟钟老爷的事，所以才搞成这样的。他还说呢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看见你们两个这样，他就是死也死的不瞑目。她何必要担心？你怎么样？陈，我已经吩咐林英过去，找最好的医生看。钟万，你过了。
越是个错误，忘记以前所有不开心的事。要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，也许大家都需要时间。哥哥，这么辛苦打下来的根基，你真的舍得放手？我最不舍得的都放手了。名利虚荣对我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。日辉洋行以后全靠你了。我是替你跟姐姐可惜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日辉洋行发扬光大的。我知道那些。对了，隔壁房间还有点零碎的钱，帮你收拾。谢谢你。只是这位先生他不给我通传就……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东西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请你以后不要骚扰我太太。我也请你以后要善待你太太。我怎么对待我太太？我是外人，可以说三道四。你不爱你太太，就不要关注她，关着她，是不让她跟人幽会。请你说话尊重一点。请你尊重你自己。我怎么不尊重我自己了？破坏别人家庭，是你在破坏你跟尔嫣的感情。人你已经得到，为什么你不珍惜？不珍惜是不是应该放手给你？你不珍惜就应该放她走。就这么放她走，因为只会跟她在一起。为什么你要她生活的这么痛苦啊？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痛苦？是因为你的出现。当初你不知廉耻，假装成一个君子来我家见尔嫣，我就算了。之后你偷偷写信给她做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我已经不管你了。你现在还好意思约她出来幽会？你怎么这么下流？我是后悔自己不够下流，我不应该让尔嫣去选择，我早就应该把她带走。试试。我告诉你，你对尔嫣不好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做出一些损害我中国利益的事，我不止不会放过你，我还有你双倍奉还。小尤啊，刚才启生打电话回来，他还说了是什么？启生只是说陪公公和二妈去警局协助调查齐日辉被人打的事，其他就什么都没说了。那个齐日辉被人打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还有啊，他们3个人去警局的吗？怎么只有二姐一个人回来？婆婆，你不用担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啊，对了，四妹啊，刚才你说二妹回来后一声不吭地进了房间，你进去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有进去找过她，但是二姐心情很差，我只好叫彩芝看着点她。我不相信爸是这种人，这件事一定不会是他做的。真想不到那个齐日辉是二姐的旧情人，老爷和二姐又骗了我们这么久。老爷那天还引狼入室请他来吃饭，我那天就发现他们不太对劲儿了。你现在还说这些，还是担心老爷好了？爸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，老爷。启生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老爷被人叫去协助调查呢？是啊，二姐一回来就进了房间，又什么都不说，我们真的很担心啊。老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云逸啊，准备开饭。是老爷。你们去饭厅等我。儿子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？爸已经被正式起诉，控告伤人罪，很快会排期上庭。啊！老爷，二太太说要休息，不想见任何人。出去！出去！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你怨我，你恨我，你想怎么都行。为什么你要打伤日辉？为什么要把他打成残废呀？我不知道，原来你的嫉妒心这么重，你这么残忍，为什么我当初要嫁给你啊？因为你以为我找人打伤你的旧情人，所以在警局你录口供的时候，部分证明我跟你在一起，你是想报复。我
特意去找你，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我太天真了，我太失望了。你让我太失望了。你否定我的人格，你凭你的想象去断定我是主谋。你是主谋，你是主谋，你就会为你所说的付出代价。你出去，出去啊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会再看见我。你留在这个房间里边静思己过，好好的想想我钟卓万是不是这种人。我就才知阿成，好好的照顾你的起居饮食，一步都不许你离开这个房间。二妈，二太太，二姐，老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过来说。我在这儿等。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谈的。我没空看。既然你说早已经心死了，也不在乎我这个人，钟家是因为我去警局录的口供，觉得我已经背叛了你，没人会再想看见我。二妹呀，二姐，你签了这份休书，既然大家拖拖拉拉，使大家都不愉快，不如来个一刀两断，我就会离开钟家，从此大家互不相干。好，就等我心情好了再签。你做错了事，你不想我休，我都想休你。不过现在你想我休你，我偏偏不休你。放不放生我说了算，没人能逼我。你今天不签，你始终有一天要签。我不会一辈子被你关住的。老爷，舅少爷来了，说一定要见二太太。你还有脸来我家？这里不欢迎你。儿媳，是不是日辉有事啊？辉哥他想自杀呀！幸好后事发现的老太太捡回条命，他现在情绪很激动，医生给他打了针，他才安静下来。说完了没有？说完请你走。姐姐，只有你才能帮辉哥，只有你才能劝他别做傻事。去医院。去哪儿？不用去，带着太太回房间。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去医院。姐姐。二姐，快送二太太回去，好好照顾她。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慢慢，小心。放开我！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姐夫不止卑鄙奸诈，还是个衣冠禽兽！你侮辱我！这个人，钟家不欢迎他，立刻赶他走。我姐姐是一个人，不是你的私有财产，惯得了她一天，惯不了她一世。这个人不肯走，叫警察带他走。就让你走吧，走吧。阿信，钟卓万，局长再只有神力，你害得辉哥那么惨，一定要报应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二太太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可以走出钟家大门一步。你们一个个别妄想挑战我一家之主的权威。老爷，大少爷，老爷回来了。妈，三妈，去买东西啊？是啊，我跟大姐刚从百货公司回来，给你选了些领带。今天这么早回来，律师楼没事做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早点回来。啊，云姨啊，给老爷拿点心出来。知道了，太太，才喝。
子君没跟你们一块买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他说把一些旧衣服捐给教堂，哪条好啊，大姐？启山，帮你爸选一条。是啊，帮忙看看。那，爸，这条吧。我觉得这条好点。爸，看法不一样，选领带也不一样。以后别玩的太脏了，知不知道？那只手。启生回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乖一点啊，别再闹了好吗？我进去看了，没事再叫你们进去。这一条好。行了行了，每条都漂亮，我谢谢你们的眼光。爸，金明，我上去洗个脸，点心准备好，叫我。好啊。喜爷，过来选领带。是啊，一起选啊。超四，你觉得这条适合老爷吗？我倒觉得更适合你啊。三妈，你说呢？就这条吧。大哥，爸还没回来啊。找我有事啊？爸，你今天这么早回来？我不过早回来嘛，大惊小怪，很奇怪吗？没事。二妈怎么出来了？公公不是不让她出房门吗？哎呀，别吵啊！你别这样啊，虎哥！别吵啊，虎哥！别吵，别吵了好不好？你这样会连累二太太的。哇，不来花园真不知道这么多人，连不让出来的二姐也在。不适当的时候你就少说一句。老爷，小尤啊，你先带木水回去。走啊。你们俩去哪儿？我带二姐去见齐日辉。胆子不小。是我求四妹带我出去的。我不是跟你说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你千万别怪罪四妹。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？我3番4次叫你不要管二姐的事，你就是不听。你有没有当我是一家之主？有没有当我是你丈夫？是，你是我们的丈夫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但你不是皇帝。不是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，我们都要听啊。你的意思是说是我的错，对吗？你要控制每一个人，就是你错。你是我的姨太太，就要受我控制。姨太太，姨太太，姨太太也是人呢，人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尊严的。你每天把二姐关在房里，不让她出房门半步，你这样对她不残忍吗？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连丫鬟都反对虐待，为什么要这样对二姐？就是为了报复啊！你只看你二姐是受害者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姨太太心里边有另外一个男人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不说话，我包容她，不等于我不难过，不等于她所作所为对钟家没有影响。你现在还明目张胆，帮她在外私会情郎。我作为一个朋友，出去鼓励她，让她别做傻事。这个女人一句不记得，这害得我惹上官非，让我进不了定力局。多少年来，我的政府建立的功绩，一心为钟家后代建立的基业，被她一手摧毁了。我知道功名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但是帮社会、帮政府做事，就不应该着眼在个人利益上。爸、四妈都别说了。当初我们搞反续避讳，我以为你爸跟我一样，都是希望帮丫鬟们争取权益，希望让社会更加平等。原来由始至终，这场运动只是成为你要争取权利的踏脚石。你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做议员，不管你今天有多心痛、多难受都好，我没办法同情你，因为我绝不会认同你这种攻于心计的手段。你认不认同都好，你现在吃我的、住我的，你是我的四姨太，就接受我这一套。我嫁给你是因为感情，不是要求你包养我。我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不是你的傀儡，不可以任由你控制的。今天我身份是你的姨太太，但是你要做的不对，我仍然有责任说话。今天是你错，不是我。我是错得很厉害，我最错的就是娶了你这个肉中刺。老爷，哎，大姐，不要。四妹，真不好意思，连累你了。明明叫人带你去了酒店，你还大包小包带在身边。我不舍得住酒店嘛，那么贵。我给了你那么多钱，就是不想你无家可归。
你却嫌酒店贵？就是因为你给了我那么多钱啊，怎么可以乱花呢？一会儿我陪你喝完茶，我就去找那种月租1块的楼下床位，可以落脚啦。你一个女孩住那种地方，不怕危险吗？其实呢，人家可能更怕我。我啊，每晚抱着菜刀睡，没人敢近我身的。你既是交际花，又是省钱的大姑娘，现在又变成行走江湖的烈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什么最吸引你，我就是什么人喽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我回来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想到我什么最吸引你啊？你现在这样就最吸引我了。你真调皮。钟市，你没事吧？抓住那个女人！这些够赔你剥离了。谢谢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走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疯够了没有？说我疯，我疯也是被你逼疯的。你昨晚就为这个女人惯了，光天化日搂这个狐狸精，你还要人情告状？她不是狐狸精，她被你害得丢了工作，搞得无家可归。她今天还被你吓破了胆。是受害者，不用怕，我把别墅给你住。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别墅送给这个女人，是不是要娶她做五姨太？我娶谁你无权过问。我有权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呐！蠢的女人最会信男人说的话了。我3妻4妾。合情合理合法，你敢？我什么都敢，娶多少姨太太我都敢。无耻！就算我无耻，你嫁给我，也是你自愿。周仲万！应该带的东西你带来没有？放心吧，证据确凿。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。当然了，我们等着看好戏呢。Mr. Robertson, happy birthday. Hey, you look remarkable. Thank you very much. Mr. Robertson, Hello there. How are you? 司马你好，想不到你会跟霍大壮一起。吉米，我们跟霍大壮、司马都是旧相识，正常的社交，不必小题大做。你爸还没来？他有点事回家了，一会儿就到。
过去吧。是呗。Hello，Mr. Robertson。Hello，这就是想问问Mr. Robertson和Mr. Robertson 一起。对，这次只是 Mr. Robertson 的私人宴会，有必要这么多人来采访吗？我们收到消息说，今天有件大事宣布，是与政府的高级官员有关的。今天 Mr. Robertson 是主角了，你能不能透露一些呢？请问 Mr. Robertson 是不是打算退休回英国呢？ Fix it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谣言。Mr. Robinson 完全没有想过退休，也不会接受采访。请你们离开吧。但是所有的报社都收到有大事宣布的消息，曾爵士，请你回应一下吧。是啊，请你回应一下吧。曾爵士，你会有人这回事啊？有没有这回事？向我们透露一下吧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一会儿主戏就是你出场的时候。主角登场怎么能没观众呢？钟哲万没到，我们等等他也不晚。你不是想打退堂鼓吗？我正在想，他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聪明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在说，无论他有多聪明，我都让他付出代价。要做就现在做，现在是最适当的时候。各位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郑爵士，我钟卓万将会全盘退出卓万山的投资发展计划。钟先生怎么会有这么突然的决定呢？钟大壮这次急流勇退，事先完全没有征兆。想请问一下，你这次退出是不是跟 Mr. Robertson 有关呢？工程开始了，计划也这么庞大，现在却突然要退出，请问最后会怎么收场呢？这次退出完全是私人理由。大家都知道我太太最近中了风，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想多一点时间陪我的家人。胜人者大有人在。我和 Mr. Robinson 曾爵士，大家有了共识，一致推举菲利普·霍百强先生接手这个计划。霍先生是个人才，他很有魄力，能力是在我之上的，所以我相信他绝对有能力，可以把卓万山如期落成。霍先生，你听下周先生怎么说？有什么回应啊？回应一下吧。大哥，他为什么会把卓万山拱手相让给霍百强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有些事比保住卓万山更重要，他才有这个决定。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，放过我？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我说过，我不会看着你把卓万山送给另一个女人。这次就是报复你对我不忠的代价。你现在应该很痛苦。没错，我的确觉得很痛苦。你更应该谢谢我，要不是我预先警告你，这时候你已身败名裂。我只觉得可惜。你投我账簿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这份文件？这份是卓万山转名的文件。当初我问过你，如果我把卓万山改名叫凤凰山，你会不会接受？你不信，你以为我用它来交换你听话的条件？你固执，大家都没有万状。其实我已经把卓万山改名叫凤凰山，我只想等工程完成之后才向外公布。现在无论是卓万山或者凤凰山，对我已经没关系了。你不惜一切报复，你不止摧毁了卓万山，同时也摧毁了我对你最后的一丝眷恋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大家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你说的话是真的。
就挽救不了了。周四太太，能不能说几句？你一定不想跟我一起喝茶，所以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已经离开了周先生，没跟他再见面了。你不用向我交代的。我真不想你们是因为我而回不了头。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售货员，只要男人给得起钱，我就可以陪他。但是钟先生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客人，他给了我很多钱，但是他只叫我陪他聊天。可能因为这样，你才误会我是他第5个女人，甚至成为钟武太太。其实他根本没这个打算，我也不敢有这个奢望。我们之间根本不算男女爱情关系，他安排我在别墅住，只是想利用我来刺激。在这儿看见你，一定是来找小游了。小游不理你啊？
妾室跟正室、田房一样，都是中国的一种婚姻关系。妾室同样是已婚妇人。答辩人郑氏有2个子女，他们一般是怎么称呼你？三妈。那么外人又怎么称呼你？三太太，或者钟家三太太。答辩人经常带我出去应酬，在外边的场合，我们是 Mr. and Mrs. Zhong。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usband and a concubine is not an affair of conduct.
发生过性行为，是或者不是？是。有多久？我记得太清楚，2个月或者3年。是180天。你不相信呢？我可以证明。你不用证明，我不否认会有这种可能性，不过这样不构成通奸的借口。你指责申请人通奸，难道你没试过跟4位太太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？但问题是，通奸的人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。When a man has several wives， 当一个男人有几位太太的话，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如果真有错，那是制度的错，而不是我的错。The customary law is enforced in Hong Kong。香港习惯法只是适用于香港，华律治华人。大清律例里，妾室是丈夫的财产，已婚妇人被遗弃条例是不适用于申请人的。就算适用，申请人有通奸的行为，也无权通过条例获得抚养权。但条例同时提及，如果申请人的配偶因其故意疏忽或行为失当而引致有关的通奸行为，则另作别论。答辩人口口声声说大清律例赋予他冷待妻妾的权利，根本是借法律为挡箭牌。英国是基督教国家，没任何基督教国家会认可一夫多妻的婚姻，而这种习惯法赋予的特权，正是抵触了英国法律。答辩人在英国受教育，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华人大律师，表面开明，其实是思想封建的中国男人。他利用法律来满足一己之私，华律置华人之下的男尊女卑，造成复杂而混乱的婚姻制度。尤其是在中国，在这个一夫多妻的制度下，身为妾室的妇女如此无力，如此不可思议，而且是不可取的。在英国法律中，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对待，同合法的地位。Women in China, especially concubines, are so helpless. 中国妇女，尤其是妾室，是如此的无助。在我们香港的法律里，妇女地位是不同的。我们不允许这种一夫多妻的婚姻。妾室虽然有婚姻的名义，但是却得不到英国法律所给予妻子的合法地位。这个情况是荒谬的，不应该被视为正确的。I hereby order that the applicant shall have custody of her 2 children. 本席宣判，申请人可以得到2个儿女的抚养权。就在爭取中高聲叫喊，是個劇變的一刻。